黑鹰不再坠落，无人黑鹰问世。电影《黑鹰坠落》中，2架黑鹰直升机不小心吃了2发 RPG， 导致整个城市都对美军展开了围攻。如果不是支援及时，只怕120名士兵永远都要留在索马里。不过，随着最近新型黑鹰的问世，这种尴尬的情况就不会再出现了。在美国陆军协会展览上，洛马首次推出了黑鹰右直升机。黑鹰历经多年发展，早已诞生无数种型号，但这一款新型刚亮相就获得了远比前辈更多的关注度。究其原因，在于它是无人操作版本。那么这款黑鹰右到底新在哪里？与其他顶尖无人直升机相比，它又有哪些过人之处？具体而言，黑鹰右的主要开发者为洛马旗下的西科斯基公司。该公司早在2022年便与美国陆军展开合作，启动了黑鹰直升机无人化的开发工程。因此，2025年推出黑鹰右也在情理之中。从西科斯基现场展示的黑鹰右看，机头部分拆除了驾驶员座椅与操作系统，生命维持系统和观察窗也通通丢掉了，还增加了由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及 DARPA 设计开发的驾驶舱自动空勤组员系统，以及西科斯基公司自主研发的 Matli 自动驾驶系统2套核心 AI 系统，赋予了直升机完全自主飞行的能力。操作员仅通过平板电脑就能控制黑鹰右进行数千公里的作战或运输任务，或者使其自动生成飞行计划。综合机身上的科技，黑鹰右甚至可以改名黑科技右了。那除了无人驾驶功能，黑鹰右还与传统黑鹰直升机有哪些不同？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将目光放在它更具体的性能上。除了陆军协会上展览的样机，为了造势，西科斯基还提供了宣传片，片中透露了不少关于黑鹰右性能的信息。首先是运载能力上，黑鹰右以 S70C 黑鹰为模板，并在 S70C 的基础上做出了大量改进。这些改进侧重于直升机的内部空间，西科斯基几乎将机头给切了下来，换了一个向两侧开启的蚌壳式大型舱门，同时还安装了装卸跳板。可以发现，黑鹰右的改进方向不再单纯服务于战斗人员的运输，而是侧重于提升黑鹰右的运输性能，甚至赋予其运载整件大型货物的能力。改造确实很成功，黑鹰右的直升机的货舱长度相比传统黑鹰增加了7到8米，内部空间扩张了整整 25%， 内部载荷也来到了夸张的3100公斤。加上外挂载重超4000公斤，2种方式混合使用，黑鹰右的总载重已经逼近级别更高的中国直8运输直升机了。加上可携带标准货盘，运载轻型突击车也不在话下。其次，在飞行效能上，黑鹰右虽然经历大规模的改造，却依旧保留了黑鹰本身极佳的性能。据相关报道，黑鹰右的飞行速度最高可达290公里每小时，航程超2900公里，续航时间为14个小时。直观来说，这组数据意味着黑鹰右拥有跨海域长距离部署能力，哪怕是在太平洋这种广阔战场上，也任由其肆意遨游。更不用说，西科斯基还提到了黑鹰右保留了加装内部油箱的设计，又进一步增加了它的航程。最后则是在火力效能上，根据宣传片的展示，黑鹰右似乎配备了一套发射效应器投放系统。该系统是在机舱里装了一个特制的箭筒，筒内携带数十枚导弹，涵盖了美军短程和中程打击类型。据西科斯基强调，系统还能支持发射小型无人机，并兼容不同的型号，因此哪怕是其他公司的产品也能使用这套投放系统发射。此外，黑鹰右还能直接调运海马斯火箭炮的标准弹药舱，或者携带2枚 NSM 反舰导弹。模块化的设计表明了黑鹰右具备极其丰富的玩法。黑鹰右的设计已经超越了武装直升机的范畴，保留不俗的武装打击能力的同时，又兼具长途运输机的能力，加上无人化操作系统的辅助，黑鹰右拥有了比冲突黑鹰更为强悍的战场生存能力。当然，最重要的是无人化控制系统根本上杜绝了出现战斗人员的情况，从此黑鹰不但很难坠落，而且不会再出现被全城围攻的尴尬场景了。黑鹰右的开发者除了西科斯基，美军也深度参与其中，甚至还提供了不少核心配件。例如去年10月份，西科斯基就提了一嘴，说 DARPA 为其改进黑鹰直升机的一个实验项目提供了巨大的配件帮助。现在已经知道这个项目就是黑鹰右。那么美军为什么对黑鹰右这么重视？乌克兰抗击俄罗斯的侵略，让无人化作战大放异彩，美军自然也是看到了商机。当然，如果只是无人系统，闷头开发无人机就够了，没必要再花几千万甚至上亿美元弄出一架无人直升机。真正的原因还在于美军如今极为迫切的无人化部署的需求，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
第一个是在无人机运输载荷上，之前有消息传出，美国正在研发世界上最大的运输机风行者。据说该运输机一口气能运送12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还不用拆卸。虽然风行者并非无人运输机，但从这里也能看出美军对研发运输机的热情。于是黑鹰鼬在确定无人作战设计的基础上，直接在机头位置弄了一个对开式大舱门，保障旋翼保持旋转的情况下，将步兵、无人战车送进机内，拆掉飞行员设备、驾驶舱甚至防护装甲，大幅降低了重量，运输成本也更低，还能腾出更多的空间，实现更灵活的搭载组合，极大的提升了执行运输任务时的效率。第二个是人员方面，这方面的需求与美军提出的新型作战理念全域作战有关。所谓全域作战，指的是建立陆海空和导弹防御、后勤保障等一体化作战能力，旨在打破传统战局界限，运用全方位打击能力，足以在全球范围内向目标发起攻击。无人机在这种协同作战中占据了至关重要的位置，黑鹰鼬便很好地契合了这个条件。首先，全域作战对于高危区域有着高频率的运输需求。上面已经提到，黑鹰鼬兼具运输机与武装直升机的性能，本身就有极其强悍的打击能力，加上卓越的运输性能，大大提高了运输协同作战的士兵抵达战场的安全性。其次是有效解决驾驶员短缺的问题。飞机好造，但驾驶员难培养，几乎是各国空军通用的真理。美国大规模的全域作战对驾驶员的需求显然难以完全通过招募和培养来解决，黑鹰鼬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一架黑鹰鼬便能完成2到3架有人黑鹰的任务量。第三个方面是在特种作战上，希科斯基提供的宣传片显示，黑鹰鼬能在夜间沿着树梢进行高度渗透，将士兵送到任务地点后进入空中待命模式，并在6分钟内自动飞回，然后悬停在30米的高空，再用绞盘或机械臂把人接走。注意，黑鹰鼬执行任务时全程为无人遥控，这意味着其作战精度与效率都有极大的保障。另外，据希科斯基公司发布的消息，黑鹰鼬最可怕的地方并非作战性能，而是组装的速度。公司不必专门为其建造机体，只需要在原本的黑鹰的基础上花10个月时间改装，一架黑鹰鼬便新鲜出炉。这样的出厂速度，别说美国陆军，海军也展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希望能在航母或者2栖攻击舰上部署该无人直升机。按照美军的规划，现阶段即将服役的黑鹰鼬与未来改进型黑鹰鼬将会成为2款截然不同的产品，预期服役到2070年代，后续将修改为有人和无人兼容的版本。至于未来的黑鹰鼬到底会变成什么样的模样，我们不妨再做等待。与此同时，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回答，那就是比起其他顶尖无人直升机，黑鹰鼬到底能排到哪个位置？毫无疑问，黑鹰本身便是世界上最顶尖的直升机之一。黑鹰鼬继承了它的整体性能，又有多处优化改进，理论上已处于无人直升机领域的领先地位。那实际上呢？首先是纵向对比，美国目前比较主流的无人直升机，主要为格鲁曼公司与贝尔直升机公司联合设计的 MQ-8C。这款直升机融合了贝尔407的机身以及 MQ-8B 的航电系统及自主无人系统，在扫雷、反潜和通信中继等任务方面拥有不容忽视的作战效能。其诞生的目的也是为了替代局限颇多的 MQ-8B 无人直升机，因此在续航能力和有效载荷方面做了极大的提升。但论及综合性能上， MQ-8C 却似乎完全赶不上黑鹰鼬。作为新型无人直升机， MQ-8C 的最大载重仅为272公斤，最大起吊载荷也只有1200公斤，几乎完全无法与总载重逼近直8的黑鹰鼬相提并论。更不用说黑鹰鼬还具备多任务兼容性，运输加作战一体化，另外基于成熟重型平台，载荷与可靠性更优，性能之强能让 MQ-8C 流口水。另外 MQ-8C 飞行速度与里程也处于一个比较尴尬的位置。据美国国家利益透露，该无人机的最长飞行时间为12小时，悬停时间是旧机型的2倍，最大航程约276公里，几乎被黑鹰鼬碾压。或许是考虑到 MQ-8C 确实无法达到新一代无人直升机的要求，有关报道透露 MQ-8C 2021年才首次进行部署，但海军计划2020年开始逐步淘汰该机型。实际上，同样是与黑鹰鼬对比， MQ-8C 还算勉强过得去。如果进行横向对比，俄罗斯的无人直升机才是真正被全方位秒杀。俄罗斯首款经过认证的无人直升机
为雷达 MMS 科工有限公司研发的 BVS VT440。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该无人直升机有效载荷仅为100公斤，巡航速度为120公里每小时，最大航程600公里，续航时间为4个小时。这下好了，别说跟黑鹰鼬相比，哪怕面对 MQ-8C BVS VT440 也没有一点还手之力。如果在战场上碰到黑鹰鼬，也只有被秒的份儿。除了 BVS VT440，俄军还能拿得出手的就只剩扎拉42102了。不过系数性能也仅仅比 BVS VT440 好了一点，根本不能与黑鹰鼬对比。当然，黑鹰鼬也并不是没有对手，以色列的斗牛士算是他的劲敌。这款无人直升机在有效载荷与续航时间上或许不太尽如人意，但204公里每小时的最大续航速度与200公里的作战半径，展示其也有与黑鹰鼬掰掰手腕的水平。未来以色列还将其作为超地平线远距武器使用。总而言之，综合性能上，黑鹰鼬差不多处于世界无人直升机的前列，但美军显然不满足于仅仅制造一架无人直升机之望。从后续规划看，黑鹰鼬或许将成为低空狼群的重要一环。乌克兰的反侵略战争对美军的影响是巨大的，特别是乌克兰无人机蜂群作战的出现，更是彻底改变传统的防空体系，因此低空作战的部署开始成为美军的重中之重。这方面，以无人直升机加无人机蜂群组合而成的低空狼群战术最值得关注。作为集群协同攻击战术，狼群战术的核心旨在通过多种武器协同作战，用群体优势弥补单体武器火力不足的劣势，也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低空狼群战术则由无人机蜂群战术延伸而来，那它与黑鹰鼬又有什么关系？据相关媒体的报道，黑鹰鼬的火力系统采用类似于王火一样的部署方式，可以服务于多个战术方向上的交战。毋庸置疑，这与低空狼群战术的部署不谋而合。美军通过性能极其强悍的黑鹰鼬与无人机蜂群协同，足以对敌人展开密集的火力封锁，同时又能及时完成支援与运输工作。按照相关媒体的构想，如果黑鹰鼬投入到俄乌战争中，与乌军先进的无人机技术配合，形成低空狼群网络，几乎能轻松突破俄军的低空防线，同时运输弹药、撤离伤员、火力驰援一条龙服务。对于俄军而言，这简直是致命的打击。总而言之，黑鹰鼬拥有极高的作战灵活性，机动速度快，在真实战场中战术价值颇高，几乎让美军的空中作战能力迎来了一个质变。不过需要注意的是，黑鹰鼬也并非一款完美的无人直升机。例如西科斯基并未提及它能否承受反无人机信号系统的干扰，面对电子战时，黑鹰鼬能否拥有抵抗的能力。另外，黑鹰鼬的表面暂时没有发现如全景摄像头一类的感知设备，目前依旧不清楚 Matli 自动驾驶系统的态势感知到底是如何实施的。不少人猜测其自动飞行模式或许是完全按照预先装订好的飞行航路飞行。目前西科斯基展示出来的还只是原型机和宣传片，根据原厂规划，预计到2026年黑鹰鼬才会实现首飞，并借助实飞数据作为后续改进的重要参考。因此，想要知道黑鹰鼬的具体性能以及它的实际作战能力，或许还要再等一等了。好了，今天关于黑鹰鼬的故事就到这里。对于无人直升机的开发，美军还在实验阶段。黑鹰鼬的诞生证明无人直升机还拥有着极为广阔的开发空间。各位还知道哪些顶尖无人机正在服役或者还在开发？大家又是如何看待黑鹰鼬在世界无人直升机中的地位？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我们下期再见。好的，各位观众，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 T 恤，不仅超有态度，还堪称性价比之王。首先，它超级轻，拿在手上轻飘飘，穿上身更是零负担，舒服到让你忘了它的存在。其次，面料剧透气，就像会呼吸一样，就算在外面跑一天，也能保持干爽，彻底告别黏腻感。最关键的是，价格真的让我惊掉下巴，仅需很少的钱，你就能拥有这份清爽。质量和舒适度绝对远超这个价位，闭着眼入都不亏，多买几件换着穿也毫无压力。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这种宝藏 T 恤手慢无，赶紧去抢。